哎呀，这房子住了1个星期，也住出感情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还会回来的呀。好了，走了。啊，走喽。大家好，之前2集中，我们从上海来到四季如春的昆明避暑。哇，好聊天啊！哦，我们到市区那个新闻路那里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住的民宿的位置，就是这栋楼。到达后的第1个星期，我们在市区的新门路租了一套民宿，开始了老城区的生活。昆明这座城市不仅有四季如春的气候，也是植物的王国，所以比起逛市区的景点，我们更热衷于每天去附近的农贸市场转转，尝尝云南特色的小吃，买些高原的新鲜食材回来自己做饭。猪脚来啦！这土鸡配上鸡枞菌。哦，就这样，我们在老城区度过了一段充满烟火气的愉快时光。而按照之前的计划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搬去市区以南的新城了。你好。这个车刚才我们开过来的时候路太脏了，到时候看看附近有洗车店的话，费用算我们的，因为里边都是干净的。我们来的时候下雨了。从哪儿开过来的呀？从机场。哦，机场开过来的。那我看看车子啊。没事，你买的全险，只要是车不怼报废的话，我看你的险全部买完了。啊，对。你问问这个先生，就是哪里是不能开的呀？泸沽湖跟藏区。泸沽湖和西藏那边路不好开，对，不好开啊，那不会去。你帮我签个身份证电话。之前因为考虑老城区的停车不便，昆明市中心不大，打车费用也不高，所以我们出门就是步行或是滴滴打车。而今天去新城，一早我们在附近取了事先订好的车子。对于喜欢自驾的老公来说，终于又能掌握方向盘了，看起来心情不错。准备出发，机场找好啦。好了，我们去下个民宿点。师傅，再见啊，谢谢啊。老婆啊，我们现在在昆明也是有车有房了。我们今天借的这部车啊，刚才那个送车的师傅说，好像才开了2个月，落地2个月，新车。是呀，你们看这个膜有些还没有撕掉呢。这次来昆明呢，因为到那个西山这里以后呢，我们就借了一部车了。老公，这部车借下来就是1天的费用，单车费是多少啊？租金的话是那个70几块钱1天，但是它有一个服务费，还有一个保险啊。因为我们买的是全险嘛，老公觉得因为到外地来了嘛，还是稳妥一些。那么这样算下来就130几块钱1天。刚才呢，我们在老城区的那个房子呢是12点多退的房，新城这里的话入住要到3点以后。我想我们就先到滇池这里来逛一圈吧。来昆明的话，如果不逛滇池，不看西山，就不能算来过了。这2个地方肯定要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先去踩点。哎，老公啊，进入那个新区，路也宽了啊。到底是新区，全部都新修的嘛。房子旁边房子都高了，楼都高了啊。我们借的第2套民宿在滇池度假区的附近。其实滇池离昆明主城区并不远，北面的起点大观公园，从我们之前新闻路的住处就能大致看得见。和市区相比，整个滇池的面积很大，不过景点集中的西山和海埂公园一带，离我们第2个民宿不远。虽然不热衷于逛景点，但是来昆明滇池还是要看一看的。这一片的环境很好，也是国家级的旅游度假区。滇池温泉花园国际大酒店，这一片区的话，来度假了啊，旅游度假了。啊，前面就是滇池了。又看到了，我看到了海埂公园。海埂公园。这么多人来玩，今天天好啊，天好。那先把车就停了。在滇池环湖的4周有好几个湿地公园，游人来的最多的是位于北岸的海埂公园。啊，它这个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啊，对吧？没有门票，没有门票。哎呦，老硬哦。这地像瀑布一样啊。昆明这
只要有树木趟着就凉快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它的风是凉的，因为这点和冰城很像。是的。昆明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临水的一面就是滇池。滇池位于海拔1886米的高原，它是云南最大的高原淡水湖泊。大约3万年前，已有人类在滇池沿岸繁衍生息了，所以它也是云南的简称，滇的由来。这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海埂公园，可以说是滇池沿岸位置最好的地方。公园天然形成的一道海埂，把滇池分为了内外2部分。北面从大观公园开始是水位较浅的内海，也叫草海，而海埂的南面是月牙形的滇池一望无际的外海。滇池海埂玻璃栈道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你看，它也起名字都起得挺好，滇池之眼。哦，直接就走到滇池上面去了。哇，今天这个云多漂亮啊！昆明这座古城就诞生在滇池湖畔，而我们之前常去的市中心的翠湖，过去也是滇池的一部分，直到后来水位下降，才逐渐的分离出来。可以说，滇池是昆明人心中的母亲河。据说，昆明之所以拥有四季如春的气候，除了受低纬度高原的影响，辽阔的滇池水域也起到了恒温调节昆明气候的作用。在海埂公园的旁边就是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，这一片的环境设施都很好，因此周围建了大量的别墅公寓楼，可以说这里也是昆明房价最高的位置之一。我大弟，这里好舒服。很凉快的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老城区看到的西山呀。对。虽然海埂公园的景致不错，公园里也有供游人骑行散步的步道，但当地人都知道，如果是欣赏滇池美景，最佳的位置是在湖对面的西山龙门之上。今天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们决定先去办理民宿的入住，明天再去西山。喏，这里就是坐缆车的地方，就在那个海埂公园的旁边。哎，那看到吗？这里有缆车。对。如果我们不借车子的话，我估计我们也是坐这里的缆车到对岸去。然后我们现在上桥了，你看。啊，我们过湖了啊，好漂亮！就是那个，旁边就是缆车啊。坐缆车的感觉应该也蛮好的，就跨湖了。对，脚下是水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再次来到海埂公园。去西山可以在公园边乘坐滇池缆车，跨湖到达对面半山腰的北门入口，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开车或是坐公交过下面的海埂大桥去对岸。到了这里心也开阔起来了。是的，很舒服的。啊，开车过来的人还是有的。你看，哇，一下子你觉得吧，有一种到山里的感觉。哎，对，进山了我们。对。西山由一组群山组成，因为在滇池西岸，所以昆明人习惯称为西山。从海埂公园开车来到对岸，如果是从北面上山，那么车子只能停在西山公园外，然后换乘景区的大巴上山，它会把你送到半山腰的景区北门入口，也就是滇池索道停靠的位置。不过我们发现，绕到西山背后还有一个南门，离龙门景点很近，还可以直接开车上来。哇，你感觉吧？现在感觉是不是有点像我们槟城那个后山的感觉啊？一路往上看，是有一点的，只不过我们边是那个海，这是滇池而已，是吧？我们不是去后山吃榴莲就这样开的嘛，对吧？老公啊，现在正好是榴莲摊摆出来的时候哎。对啊，榴莲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吃。是啊，估计要明年了。我看一下现在外边的温度啊，肯定很凉爽。哟。和你开空调一样的，不要开空调了，好舒服。他们说的呀，猫猫青后山的这个温度，要比下面昆明市里边低2到3度的。高了还要高啊。好
了，我们现在已经绕到后山来了。这里，哦，到了，南门入口。那你先把车子停一下。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南门口啦。现在我们去买门票，这里应该要买门票了啊。上西山公园是不要费用的，但是去龙门景区的话呢是要收费的。要进龙门景区先看一下路线嘛，了解路线再购票。好的。最后要回到这里吗？啊，是的，车子在这儿。好，来看一下，你们现在在景区南门这里。入园前会有工作人员解释景点的路线。从我们的位置去龙门，其实是往下走。在走过龙门石窟一段悬崖峭壁之后，再借助电瓶车和龙门索道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全程是65元一位，门票30，这个观览车10元，索道25。老人家慢点哈。要拿什么？身份证70岁的就免票了，没有70岁的到那边去补个半票啊，60岁以上的补半票。好了，70岁的免票啊。70岁以上是免费了。我们进入森林喽。哦，好凉快，好舒服。其实不看龙门，这么来走一圈，体验一下也不错。我们看看啊，现在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从南门过来，先去灵虚阁，对，右转，往右。来，我们往右转弯去灵虚阁。对。对。小视频用来都是来旅游的，你看年纪大的人还蛮多的，精力蛮好的啊。所以年纪大，钱啊什么都不重要，身体好最重要。对。西山海拔2000多米，一般人很少有高原反应。山里空气清新，景区的道路和指示牌也比较成熟，所以来玩的中老年游客也不少。好了，不远了吧？灵虚阁上面就马上就到了。好的，谢谢。在去龙门之前，我们先来到西山上的一处观景平台。哦，这个就是灵虚阁，西山的制高点了吧？制高点。好，我们到外边去看看。位于西山美女峰之上的灵虚阁，位置很好，从这里看滇池和昨天的感觉又不一样了。这里就是草海呢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就是住在这一边的。对。哎，老公你看到吗？我们从下面就是桥过来的呢。刚才是这座桥过来，对。是，然后这里就是滇池，一望无际啊，500里滇池，很大。滇池和西山是一对孪生兄弟。1万年前，由于地壳运动，昆明大地出现了断裂层，以东部分下沉，形成了滇池；以西部分抬高，就变成了今天看到的西山。西山面向滇池断裂成的一面，山体非常的陡峭，但是在这悬崖峭壁之上，古人挖掘了一条石窟，它就在灵虚阁下面的不远处。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原来走那个天目山下山的时候，我是两个一跳跳下去。哦，跳下去的，那个时候是猴子了。对，那个时候是猴子，现在不行。岁数不鸟人啊。就是上那个，好像是上海吧？对，你这一听就听出来。师傅耳力很好。您是从哪儿来的呀？北边的，我100多岁。哦，四川。泸州老窖。老窖。还有一个泸州桂园。从灵虚阁到龙门，游客们要向下走一段台阶，大概10几分钟就正式来到了龙门景点。到了，平地了，稍微滑缓脚。好点了。哦，这才算真的进龙门了。你看，龙门飞至，哇，好凉快哦。小心碰头。你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你不行你就扶一扶。上上下下的享受。酸爽。这还是2000米啊。到那个玉龙雪山4000米。那我们这种深刻就算了，我们属于小胳膊小腿儿。老头老太，好热闹！今天好像我们跟了一个老年旅游团的感觉。年纪大的人来的蛮多的。来看龙门的游客很多，不过古人的石窟建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所以在到达龙门胜境之前，还有一段陡峭的山路要走。当来到天台的位置，视野会豁然开朗起来。哇，下面就是公路。你看我们下面就是悬崖峭壁上呀。对。站在天台之上，一半是滇池，一半是悬崖，海天一色，真是太美了。记得在这视野开阔的位置拍张照，因为再往下走就是非常狭窄的龙门了。
概都在拍照。对，因为前面很窄，只有一条路。前面是龙门的标志性景点啊，有个牌楼的。西山上建筑很多，最精华的一段就是龙门。所谓龙门石窟，是指古人沿着西山的悬崖绝壁一锤一凿开通的一条石窟通道，其间还有几座供奉道教神像的岩洞，而最高位就是我们所在的达天阁。达天阁，这个是道观。对，这个是道观。它这个龙门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不一样，它这里是一个道教石窟。我们要过龙门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跟随人群一路向下过龙门。入口处这座岩石开凿的石坊是龙门的标志，游客们经过都要摸摸门下的元宝，把吉祥如意带回家。龙门所在的位置景色极其优美，但也非常险峻。虽然我们现在通行没有任何危险，不过想象一下古人开凿的过程一定相当艰辛。对啊，所以他们后面不是说了吧，注意脑壳。乾隆年间，也就是1781年，一位来西山修行的贫苦道士决定开凿一条从三清阁向上的通道。在那之前，到达岩洞只能依靠铁索栈道。他花了整整14年，完成了总工程的一半。若干年之后，又有2代人来继续工程，前后一共花了72年，才完成了整个龙门石窟。洞内道路狭窄，只能随着游客一路向前，有些殿阁和题词也来不及仔细观看了。也许西山龙门的规模无法与洛阳皇家龙门石窟相比，但开凿在险峻之处，而且是民间个人的工程，已经是相当不易了。别有洞天，看到别有洞天4个大字，就算走完了龙门全程。这里是三清阁，我们坐下休息了一会儿。如果有时间，你可以向北一路下山，去逛逛西山的其他景点。不过老实说，肚子已经很饿了，担心太晚了农家乐没什么吃的，我们就直接搭电瓶车到北门，然后乘上山的索道，再次回到停车的位置。来了，哦，坐，哦，踩在上面，哦，脚踩在这个凳子上，对，哇哦，下喽！它怎么有点晃晃悠悠的？哎呀，因为就靠上面一根橛嘛。阿公啊，我们现在就这么晾在外边啊。太阳好好哦。敞篷车这个是。我在想下雨天怎么办？落汤鸡。我们坐的龙门索道是旧式开放型的结构，坐在上面挺刺激，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的感觉真好。低的位置脚甚至可以触碰到下面的草木，这时感觉整个人都像是被大自然包围了。最后再换一个角度看看滇池西山，让我们更体会了昆明之美。好，从南门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可以上了吗？应该往上了，应该。他说制高点呀。制高点我们应该再往上哦。好，我们从那个南门出来啊，这里一圈其实都有农家乐的。不过呢，我们想既然有车嘛，我们就往里边开一点，离他那个村子里边越近嘛，我想应该越原生态一点呢。它这里好多土鸡。要补一补，是吧？老公，待会要给你补一补啊。周末爬西山是昆明人的爱好，所以南门附近有不少的农家乐。我们今天最后的节目也是打算在山上吃一顿土菜，不过既然开车来了，就让我们开得再高一点吧。老板在修车。老板说：“你们现在来吃午饭还是晚饭？”老板，现在有吃饭吗？哦，好的。哎呀，真的饿了。这大概是您家吧？对。真的是自己的房子。旺财。哦，旺财。旺财在守门呢。对。哎，是。介绍一下吧，就是有鸡是吧？对。还有什么腊肉之类的吗？有没有？我们来的这一家好像是山里最远的农家乐了。老板确实养了不少的鸡鸭鹅，但是都要现杀现做，整只销售。不过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的，老板的手艺不错，给我们做了其他几样农家小菜，
同样也很有味道。啊，你菜端过来了，牛肉来啦！啊，这是我们的炸小鱼，这是我们的炒腊肉、炒干锅牛肉，还有我们的农家丝瓜蛋汤。这个就叫它野菜。野菜，农家小野菜。2荤2素一个汤，今天多吃点米饭啊。老板家自己种的丝瓜，蛋是自己养的鸡啊，产的蛋啊。啊，他刚才不是说了，这个蛋是他们的土鸡蛋呀。啊，老板说估计就是小市场里边自己撩的。野鱼。老公，你尝尝，它里面用花椒炸的。它这个是什么，你知道吧？炸着吃的薄荷。是的。没有错。你尝尝，再来一块腊肉。农家炒腊肉。老板手艺还可以。能够看农家乐的，总该有2手。好吃，比我烧的好吃。这有点像我们的笋啊，你看这个野菜。不知道是不是饿了，感觉无论是以花入菜的炒芭蕉花，还是其他几样农家小菜，我们都觉得口味淳朴，味道很好。吹着山里的习习凉风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居然把几个菜都吃完了，也算给西山之行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之后的日子，我们开始了附近民宿的新生活。这里也许没有之前老城那样的烟火气，但是毗邻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，所以整体环境优美，城市的面貌也更新一点。我们同样住得非常开心，甚至还凑热闹和当地人一样，去看了附近新开的楼盘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了另一个昆明。分享生活是一种乐趣，感谢收看70后慢生活，我是金宝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